狄姐被3个禽兽凌辱致死，她死前让我躲在马车底下的暗格，什么声音都不要发出，我照做了。听着狄姐一声声惨嚎，一动不敢动，血水顺着马车流下，全部滴在了我的身上。整整1个时辰，最终她没了气息，一只玉臂从车上坠落，手上还握着一个人的玉簪。那人跳下马车，一边整理腰带，一边从我狄姐手上扣出玉簪。这小娘皮看着娇，却有些性子，这是想拿我的玉簪当证据吧，握得还挺紧，是她呲了我李姐好几下，也就那样，贵族家的娇小姐都不禁糟蹋，这要是花的姑娘，至少能坚持2个时辰，是她断了我李姐的一只胳膊。行了，到了断我财路之仇也该走了，这次就当给沈御史家一个教训，再有下次就弄他第2个女儿，我的心都凉透了。这个人当我狄姐惨叫的时候，他还问他很疼吗？他们离开后，我被救了，再醒过来时，家里所有人都在哭，我娘当时就病了，疯疯颤颤了很久，支撑了3年就去了，我爹也颓废了，整日买醉，直到我说你不想为狄姐报仇吗？他才彻底清醒，从御史做到了丞相之位，但仍然没有查清是谁动的手。而我今年已经15岁了，圣上下旨将我许给了临安侯叶无言为妻，我没有反对，临安侯府势力庞大，或许等嫁过去，可视察盗害我狄姐的凶手，我爹听我提议也是同意的。如今不过4年，他已经满头白发，我看着雪中的背影，想着他前几年的意气风发，丫鬟为我披上披风，扶我上马车前往宫中。今日皇上新得了一位嫡皇孙，所以高兴的宴请群臣与各府夫人小姐宴会上，我见到了与自己定亲的临安侯叶无言，却是一身张好相貌，身姿极是英武，远远见我也是一脸的惊喜之色。我的容貌自是不比狄姐差的，我故作娇羞，低下头去，她不知我有病。在狄姐被糟蹋的那个晚上，我便已对男女之事无半点兴趣，甚至是恶心装的这般小女儿情态，不过是不想让我爹伤心难过而已。宴会上觥筹交错，可我厌恶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派，无聊的站起来去欣赏一下宫中雪景，还真的是漂亮的很，尤其是梅花突然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。这时一只大手扶住我，轻笑一声问没事吧？原来是我那未婚夫叶无言，我站了起来，忙回没事儿，多谢侯爷。刚说完就觉得脚腕一阵疼，我嘶了一声，皱紧了眉，你是伤了脚腕吧？我扶你坐下来。他这人温文尔雅又很是温柔，我点了下头，咬牙坐在一边。可是他突然间问我很疼吗？很疼吗？我的心在一瞬间似被冰冻，几乎难以呼吸，几期间才压住了心里的惊恐，化为了兴奋。再抬头，我的神情已经是女儿家的娇态，笑得一脸羞怯。侯爷当真温柔使礼，小女子小女子，您郎君可否早些娶我过门？说完之后又十分后悔，马上掩住口懊恼地说，对不起，是我一着急就哭了起来，小姐莫哭回去。我便准备聘礼送入丞相府，我爹忙扶起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激动地说，爹，我找到了杀我狄姐的凶手，什么是谁？我爹眼睛瞬间通红，急急地询问我情况，我就将宴会之事说了一遍。他有些不信，却说他年少便接任临安侯之位，我们并无交集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他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么多年都没有查得出来。但是既然知道3人中有1人是他，那便总会明白的。当然我还要通过他查出另外2人，他很快便真的来提亲。年关时我便嫁进了侯府，侯府看起来十分富庶，他对我也是很是温柔，我每日都要黏着他，喜欢与他撒娇，他的疑心非常重，我不敢有半点差错。这日我听说他在前院接待客人，就直接跑了过去，结果看到2位都是书生打扮的男人，一个面上有疤，一个则看着非常和善，他头上有一只别致的玉簪。4年前他通身染上狄姐的血，侯爷妾身，不知你有外客找了你的事儿，这就回去领罚去。说完又吐了下舌头说，但来都来了，侯爷不介绍一下2个客人，免得妾身以后都不知道他们身份发生点什么误会。调皮无奈与我介绍，说这2位是他的好朋友，而他们都站起身与我行礼，找到了就是这2个人。我心里已经恨意滔天了，可是表面的笑容不变，直接就做了个鬼脸出去了。但我没急着去报信，急了容易被这些老狐狸抓住把柄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我装成心情十分不好的样子，打骂丫头和婆子们。叶无言回来竟然一反常态的掐着我下巴，狠狠道，我是不是讲过不许进前院，为何不听？还是夫人你有别的心思？我知道他是怀疑了，马上说我就是有些难受，想你陪着你便是为了那些个朋友这般对我吗？叶无言皱了下眉，而我就恶心的呕了起来。孩子按照我的安排出现了。叶无言怔了一下，马上叫来了大夫给我诊脉，那大夫很肯定的说我有孕了。叶无言哈哈大笑，赏了众人，你是不是有了孩儿便不喜欢我了？我看起来很伤心，眼泪都快掉出来了。叶无言笑着说，怎会夫人与孩儿对我来说都十分重要，那便好。我摸着自己的小腹，一副有了孩子便知足了的模样，他深深的看了我好几眼，最后眼光落在我的小腹上，才算是露出了一丝真正的笑容，道，我自幼无亲缘，父母早逝，我一人支持着这个家，如今终于要有亲人了，那我也是侯爷的亲人啊。我抱紧了他的腰身，柔软的不像话。2日后我们还是回到了丞相，父亲在知道我有孕之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，但还是严肃的说，我的女儿自小便是被我娇惯坏了，请临安侯定要多多包容才是。这女子怀孕脾气便会变得不同，
你千万不要嫌弃他做闹才好。叶无言满口答应爹，这是我亲自做的栗子糕，你不是最爱吃了吗？趁着我现在还能做这些，以后就不一定了，等我肚子大起来，就没有办法进厨房了。我爹点了点头，你好好养身体，不必总做这些没有用的事儿。夫人偏心，怎么就做给岳父吃，不做给我吃呢？我把点心盒子给他说，侯爷怎么连我爹的醋都吃，家中还有很多呢。不过你先尝尝是否对胃口。他拿起来吃了一口，点了点头，称好吃见点心，没什么异样，他便没再查了，却不知真正的该怀疑的是用来铺在下方的油脂。晚饭后，我爹送我出出，他看来很担心。我知道他的确是担心我，因为怀了孩子就会对枕边人心软，可怎么会呢？眼前温柔的人可是用了他的双手杀了我的嫡姐啊，因为我有孕叶无言，对我开始信任了，有时候连他的书房都可以随意出入。我什么都没动过，只是做了2次恶作剧。他喜欢没有心机爱他入骨的女人，我就是这样的女人。终于我爹到了那2个男人的身份，一个是城外云霄山的土匪头子，常以商人的身份出入京城，另一个则是绿林头头，做的都是杀人的买卖，但是背后的身份是京城末路家族的赵家的嫡次子，也是我嫡姐最初定下的第一门婚事。但我爹查到这个人不学无术，还背了人命，就直接退了婚，通过2个人的身份，也查到了当年的真相，还有为什么他们会动手报复我的父亲，虐杀我的嫡姐。现在临安侯府的一切来的都不清不白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间觉得嘴里吃的东西都让人恶心，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人血馒头，一切的辉煌不过是血及他人的性命换来的。正在这时，叶无言从外面急匆匆走进来，对着我道，不好了，心怡，岳父大人出事了。我马上站起来，怎么了？我爹出了什么事儿？他马上扶住我说，莫急，据说是在殿上顶撞皇上，被暂时停了职位，关进大牢，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放出来。我颤抖的哭着说，这要怎么办？侯爷，你有没有办法帮他疏通一下，让我爹能不必再受处罚？他皱了一下眉，最后说好，你不必急，我自会想办法的，只是需要一些银钱来打点，可是咱们府上字还是有些难处的。我知道父亲的掌家印信在何处，你只管拿去用这些，我也不懂，就只能依靠你了。我一边说一边哭，他随意安慰了一下，就去办了。夜里我又惊又怕，睡得极不安稳，他便给我用了少许迷香，可是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差不多是秒睡的，但是很快我就醒了，因为我在这之前用了解药，耳边听着窗口有人在讲话，真是质大飞扬。以前是我狭隘了，还不让你娶她，没有想到一下就吃得饱饱的，等这事儿完了，能不能也让我弄一弄你的女人，和当初折腾她姐姐一样，是那个被我姐推婚的赵公子不行，为何我们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？这你不要忘记了。我听着，叶无言半晌没说话，手已经暗自握紧了被窝里藏着的刀子，这时却听到叶无言冰冷地说，现在不行，她还怀了我的孩子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你要喜欢便拿去，用好了就知道会这样。女人与他连件新衣服也不如，可是那又有什么呢？我的病终于有了些起色，而那2人也时常出入府中。有一天，我和那个赵少爷在花园相遇了，我一个没站稳，扑在了赵少爷的怀中，他趁机吃了我的几口豆腐。我惊慌失措的跑开，暗自垂泪，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情。叶无言问我为何如此，我就将被赵少爷非礼的事说了，他是您的朋友，我也不敢声张，但他还摸我的胸，还摸我的肚子，说孕妇也挺不错，若是等肚子再大些，倒可以，我说不下去了，侯爷，你保护下孩好吗？至于我待生下孩，我便以死谢罪好了。叶无言怔了一下，然后安慰我说，不必在意，他会为我报仇。我不相信，但是我却知道他的为人疑心相当重，对这个孩子也是相当重视的，既重视，那我肯定要拿这做文章的，等我的钱被他们洗劫的，差不多只用了少部分的银钱作为打点之用，总算是将皇帝哄得差不多很快就要放出来的时候，变故突生那个赵少爷突然间抽风的来打劫侯府司库，结果被叶无言当场射杀于库房门前，他死不瞑目，用最后一口气问出3个字，为什么？叶无言并没有回答，而是抱紧的吓坏的我，别怕，现在我为你报仇了。我嘤咛一声躲在他的怀中，小声地说我的宝宝安全了，可是却在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向那个在地上挣扎的赵少爷露出一抹笑，他瞬间明白了，你很可惜，他只能喊出这2个字，便直挺挺的咽了气。叶无言眼神一下子锐利起来，是你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手一紧，我被勒得差点断了气。侯爷，你不应该为我报仇的，他死前肯定恨死你了。我楚楚可怜地说着。叶无言深深看了我一眼，似乎也不再纠结了。死了一个人，他似乎和没事人一样，而我爹也从狱中出来了，但仍然没有恢复原职。我回府与他相见，互诉离情之后，我爹便说他要回乡。爹，你不能走啊，你走了我要怎么办？侯爷对你很好，爹对他还是放心的。我爹说过这事之后，便和叶无言也嘱咐了几句，便举家搬迁了。叶无言带着我直送出很远，回来之后，我明显感觉到他非常开心。几天后有消息传来，说我爹在回乡途中被偷袭，生死不明，我急着差点晕过去。他安慰了我之后，就带人去查明情况了。而我找到了他的司库，现在已经满了，里面放着的多半都是我家还没有来得及售出去的一些珠宝首饰。我娘是商贾出身，嫁妆丰厚，现在都摆在这里。我嘴角翘了起来，安排了人在外面守着，很快有人过来搬运东西。
这些人就是云霄山的土匪。我挥了下手，埋伏在暗处的禁军将他们全部抓捕，包括那个带着玉簪的土匪头子。他惊讶地看着我，嫂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淡淡地看着他，然后将一串钥匙提在了手中，笑着说，你猜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有没有想过你另一个兄弟是怎么死的？他突然间似是醒悟过来，视野无言，是不是他想弄死我？是啊，本来是让我带人当场将你诛杀，但是我觉得你毕竟是他朋友，应有话要留给他的。说话的时候还一副菩萨心肠的样子，哈哈哈，很好。那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我摇了摇头，这里其实是你家侯爷的私库，这里都是他从你家黑的东西，他只用了不到1000两银子买通了宫中贵妃，帮你父亲说了几句话，别的东西都抛售，黑市换成了银子，还有你父亲能得罪皇上，也是他暗中使计，明知道皇上在意什么，还让你父亲说了错话，当场让皇上下不来台，本是想让他死的，没有想到只是罢官而已。他有些疯狂，把我那夫君做的事都抖了出来。我浑身颤抖，你胡说，你就是想诬陷我夫君而已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？我表现的像是被打击到的模样，而那个男人继续说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认贼作福，知道当年是谁害死你嫡姐的吗？我瞪大了眼睛，你又想胡说什么？那男人一看我被打击的不轻，阴森森的说，因为当年就是他杀了你的嫡姐呀，当年我们一起劫了官银，你父亲差点就查到我们这里了，还为此劫了我们几个虎口。他真的是没有一点隐瞒，把他们所有的罪行都交代了。我静静的听完，然后倒空口无凭，我可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他也没在意。我态度变了，还说，当然有了我这些兄弟给我作证。其实我们这个山头从一开始就是黎安侯一手创建的，而我不过是山中的2把手而已。还有这个4库有一处藏着账本，为我们之间的往来账本，你可以去来看我，让人取来翻了几页，果然账目繁多。现在你可信了，我们杀你嫡姐时可是3人一起的。闭嘴！我喝了一声，然后对身后行礼道，皇上您都听到了吧，这就是当年官银的去处和我夫寻求的真相。没一会儿里面走出了当今皇上与商人打扮的我爹。皇上面沉似水，然后对我说，做得好，抓捕黎安侯的事就交由你办了。是皇上臣女有一个请求，可否将他们的头颅都交由臣女处置，可多谢皇上。这时那个男人才反应过来，你骗我这是个局。黎安侯没有想杀我，其实是你我慢慢的走近，他被禁军压着，没有办法挣扎半分。我爹在后面道，我来吧，不，我来，我知道他们这群禽兽是如何对待嫡姐的。我爹叹了口气，与皇上一起离开了，现在人中物证都有了，这个男人自然是没有用处了。我在他的头上拔下了玉簪，一下子刺入了他的左眼。你当初对我理解做过什么，我清清楚楚，当时我就在马车下面，没有想到吧，我忍了这么多年，就是想报仇。说完又一下子刺入他的右眼，他嚎叫不止，我嫌弃太吵，让人割了他的舌头，再挑断他的手筋和脚筋，原来你也是怕疼的呀，当初我嫡姐可没你叫的这么惨啊。这玉簪果然还是沾血的时候最美，尤其是沾着你的血的时候，我整整折磨了他将近半个时辰，等自己累到虚脱的时候，就让人先断了他一臂，然后再将头慢慢的割下来，报完了仇，我心中非常的畅快，哼着小曲回到了侯府梳洗，换了衣衫，摸着已经凸起的小腹，笑着说，宝宝啊，你父亲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到时候我要怎么折磨他才好呢？好期待呀！我知道叶无言已经有所警觉，想要让他踏进侯府有点难，所以府中上上下下我都没有动，就和以前没有不同。府中多是他的人，就连伺候我的丫头婆子都是最近我身边的人，都会突然间出府，又突然间回来。在多番试探之后，他终于悄悄回来。当时我正歪在榻上看着书，神情有那么一点忧郁。他就这样走进来，脸上仍如过去一般温和。我惊喜一场，一下子就搂住了他的腰。侯爷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爹怎么样了？是不是有危险？他紧绷的身体稍稍放松到对不住，并没有找到他的人，这也是好事儿，证明他逃出去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哭了一会儿，然后擦了眼泪问，侯爷辛苦了，还没有吃饭吧？我这就让下人为你准备饭食。夫人不必忙了。他虽然这么说，但仍然疲惫的坐下，用手按着额头，很快饭食被端了进来。叶无言看了一眼，这些人都是以前熟悉的，也是他安排的人，于是安心的坐在桌前进食，我陪着他一起用餐。叶无言见我吃得慢，就问怎么吃的这么慢，不好吃吗？语气中带着一丝怀疑，他的筷子都停了，侯爷我都吃过了，就是想陪着你一起吃。他放心吃下了2大碗饭后，用了点茶点，突然间捂住自己的小腹，额上也见了汗，我仍然端着茶在慢悠悠的喝着，淡淡的笑问，侯爷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吃多了肚子不舒服？叶无言单膝跪地，指着我咬牙切齿，你下了毒不可能，明明他们都是府上的老人。我笑了，是啊，都是府上的老人，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会100%对你死忠？人总是有弱点的，只要找到逐个击破就是。他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了，不可能只用了几天，你竟然收买了这么多人，你一直是伪装的。叶无言已经没有能力站起来了，他现在能跪着讲话都是强撑。对呀，我一直都是装的，爱你也是，你不也是吗？娶我不过就是为了我丞相府丰厚的钱财而已。我走到了他的面前，然后外面涌进来许多禁军，他们隶属皇上，而各种指挥的人却是我爹，他从外面走了进来。
今日他大概是我弟姐与我娘死后最快乐的一天了。李安侯以勾结土匪、夺取朝上赈灾官银，又设计杀害我长女，还有无数罪名，你等着伏诛吧。叶无言在看到我爹的一瞬间，知道自己输了，他苦笑道，原来从她嫁给我开始，就是你们父女为我挖的坑吗？只是没有想到已经把唯一的女儿舍出来，侯爷，你可知道我想杀你很久了，久到你问我嫡姐很疼妈的时候，可惜直到宫宴上我才听出你的声音，真的是天赐良机，我肯定要抓住啊。说完我哈哈的大笑出声，我爹可能不想看到我再疯下去，就倒带走。有人拉着叶无言向外走，他突然间转头看着我凸起的肚子大声道，等等，我与夫人有话要说。我微笑看着他，今天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啊，所以就容许他在我面前说一句话，可他竟然厚颜无耻的道，夫人，你我恩怨暂时放在一边，你腹中胎儿是无辜的，可否将他生下来？我脸色从刚刚的微笑变成了冰冷，完全不明白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样大言不惭的话来。夫人，你不是说你最喜欢自己的宝宝了吗？还说你可以感觉到他是个男孩，只要你让他活下来，我做什么都行，我们家只有这一点血脉了。说完他跪在地上对着我磕头，求我饶了他的孩，态度诚恳，十分的虔诚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笑了，然后转身走向一边的雕花木桌，这东西十分的沉重，摆在那里，一个成年男子都无法轻易移动，然后退了几步，猛地挺着肚子撞上去。这一撞，我疼得头上的青筋都凸了起来，眼瞧着鲜血染红衣裙，我笑得越发的疯狂。来呀，看看你孩子挣扎求生的样子，真疼啊，他好像马上就要离我而去了。来人，快叫大夫过来。我爹慌了，让人叫了大夫，而我仍然面无表情的刺激着叶无言。当年你们怎么星号啊？嫡姐的自己不知道吗？竟然还妄想让我替你生下孩，我是来报仇的，不是来生孩的。我爹大声道，将人拉走，送入天牢部。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你怎么可以变成这样？明明你那般的温柔，那般的爱我。叶无言似乎还没有相信我会变成这样，但我从嫡姐死后一直就是如此，并不是变成这样的，而是被他3个星号逼成这样的。我疼了半宿，直到了半夜，他才舍得从我身里滑了出来。我虚弱的一笑，让人用小木盒装上，然后送去天牢，送给林安侯。据说他在牢里发了一夜的疯哭嚎，到了早上，他本就身中剧毒，再加上情绪如此大起大落，吐血晕倒了。我爹次日来看我时便说让我快快好起来，等到审问林安侯时，希望我也能在场。爹，我会好起来的。他摸了摸我的头，现在约我回家吧，这里马上就要被抄家了。不，我要在这里亲眼看到整个侯府没落。他不是一直骄傲的认为为自己能把这侯府支撑下来很自豪吗？也不知被抄了家他有何感想。我爹犹豫了一下，让人保护我这里，然后就带人抄家。别看他是个书生，但是这次却没有半点手软，这是仇人家，还是害死很多人的凶手，连朝廷的银子也敢动。外面哭闹声叫骂声不断，同时赵家也受了牵连，同一时间被另外的人带着抄了家。不到1年的时间，2户豪门望族消失于京城人的视野之中。公审时，我就站在堂下，亲眼看着带着镣铐的叶无言被推上了大堂，他跪在那里，神情颓废，没有之前意气风发的样子。突然间看到了人群中的我，他挣扎着跪爬过来，为什么我对你那般好，从来不亏待你，自娶你进门，便连小妾的房门都不曾去过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，竟狠的要杀我的孩，那也是你的孩，你怎么舍得？你这个毒妇，他这是临死了，还想拖我下水，毕竟别人认为的毒妇，以后有什么脸面对所有人呢？我这人脾气就是倔，以前我不在乎这些，但是叶无言有这种想法后我就变了，我以后肯定会过得很好，很好的，让他即使是在地狱里也会气得不得安生。当众人让出一条路，将我暴露于大众前时，我笔直的站着宣称13年，你们3个禽兽代人劫朝廷拨下的赈灾银两，致使数万灾民流离失所，最后有2000多人因此丧命，宣称14年。为了阻止我爹查下去，你们在大佛寺山下劫持我与嫡姐的马车嫡姐，为了保护让我躲在车底暗格不可出声。你们当时杀害我沈家整整25口人，越杀我嫡姐甚至连具完整的尸身都没有给他，留我一口气。说完这些，旁边的人都已经义愤填膺起来，我嫡姐当年不过豆蔻年华，年轻貌美，你们这种人怎配有孩子？所以我要亲手杀了她。谁知她多年以后会不会想着为你这个父亲报仇，或是又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？你不配有后。等我说完，外面的人都跟着大喊，不配有后，不配有后，永绝后患，永绝后患。叶无言咬牙切齿的看了看四周，最后道，是我输了，没有想到我兢兢业业这么多年，却输给了你一个女人。你没有输给我，你是输给了自己的报复心和贪心，娶了我，整个丞相府的东西以后不都是你的？如若不是这般，现在我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一下子拆穿他的所有心思，没有想到你才是最了解我的人，或许你是喜欢我的吧？我听了竟然怔了一下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。这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，你是有多大的自信，认为我会爱上你？这杀害我嫡姐的罪人，每天在你身边，我想的都是怎么杀了你。我冷冷的说完，堂上大老爷已经拍了一身惊堂木，有人过来将叶无言像拖死狗一样的拖过去。我就这样在外面看到他被判了斩立决，同时被斩的还有他一样的凶手们。等他处斩那日，大家都在路边等着，我也来了，有一些热心的大娘看我这，只拿了几颗鸡蛋用来砸渣男，只说不解气。
这是我家存了好久的臭鸡蛋。闺女，你拿着砸，这好鸡蛋留着吃不好吗？我接过了臭鸡蛋道了谢，接着又有人送我一些烂掉的菜，味道很冲我，谢谢大家，然后还送了银钱，请大家帮忙。一会儿要送些礼物给林安侯，让他上路前不要空手走，整条街上的人都准备好了。然后叶无言，一行人被人用镣铐牵着走过来。是的，走来的一般为了保护囚犯不会被人打死，多半都是用囚车的，看来是我爹的手笔。我举起一颗臭鸡蛋，刚准备扔，却看到叶无言，看到我竟然露出了惊喜之色。他这是有多自作多情，觉得我是来给他送行的，可我只是来泄愤的。在他还在欣喜的时候，我直接扔了一个臭鸡蛋过去，正中他眉心臭烘烘的蛋液顺着他的额头滑下了鼻子，他恶心的干呕起来，我哈哈大笑，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开怀，真好。我赶忙继续，街上的人也有样学样。很快，这一行人到了刑场的时候，多半都是被拖着上去的，有的被砸晕了，有的被抽晕了。我定定的看着叶无言，一点也没有害怕，眼见着他被斩掉了头颅，然后让人把他的头收了起来。这是皇上给予我的特权，盒子还在滴着血，我已经不在意这些，抱着这个盒子，我急匆匆的来到郊外狄姐的墓前，那里已经摆了2个雕花盒子，下面也流着血，不过血已经干掉了，成了暗红色。我将新收的头放在了狄姐墓前，姐姐，这是最后一个了，当年杀你的人，如今都齐了，你在天之灵能不能稍微舒服一些？对不起，晚了这么多年，这是我爹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，我们将盒子打开，让我狄姐验明正身，然后我爹说道，我已辞官了，回去做一名教书先生便好，当年是我对不起你们姐妹，还有你娘爹，我与狄姐从没怪过你。狄姐死前，他们给过他活着的机会，只要他在你的酒中下毒，便可放他性命。可狄姐不从，他说你是为国为民的好官，会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。我爹听完就蹲在那里痛哭出声，我陪着他，一直到晚上才往回走。夕阳的余晖下，李姐目前的3个盒子显得诡异的很，再走远些，就好似看着3个人正跪在比姐面前认错。1年后，我与父亲回归乡野，我与爹爹一起教书育人。5年后，我再次回到了京城狄姐的墓前，那3个盒子仍然在，因为这里有人看守着，没有人敢来拿走盒子。我打开装着叶无言头颅的盒子，对人类枯骨与凌乱的头发说，看到了吗？我现在还在好好的活着呢，而且活得很好很好。我想等我临死之前，就会将那3个人的头骨碾碎，挫骨扬灰，全文完。